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儿的频道。今天小鱼儿呢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是合约交易。相信很多新手朋友呢刚开始对这个合约都充满了好奇。那这个币安的合约呢，它到底是怎么玩的？以及如何使用币安的交易所呢去做多做空比特币或者以太坊。其实在这个合约上面呢，相信已经有很多的朋友了在没有弄懂什么是合约交易之前呢，就直接去做了合约交易，最后呢都是亏得一塌糊涂。那在你不懂合约交易的前提下，如果说你莽撞贸然的去做那就相当于是拿自己的真金白银去给别人送钱。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什么是合约交易。那如果说你还没有注册币安或者欧易你可以点击小鱼儿的视频下方可以打开下面的一个描述栏，点开更多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币安交易所的一个注册链接和邀请码那么你用我的链接去注册呢，就可以获得 20% 的一个手续费优惠。记得呢，在邀请人这里一定要填写是否有邀请人，你一定要选是，最后输入我的邀请码 TBNL8Q68， 这里我也会把相关的注册码放在这个屏幕前大家也可以扫码去注册记得一定要填写邀请码。我们来聊一下什么是合约交易那可能我们在这个币安交易所里面我们所能了解到的常识呢，就是一个开多一个开空交易。所以这里我们把它分为两种类型，一个是做多，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做空交易。做多的话，它是靠什么挣钱呢？靠币价上涨赚钱。那么当币价下跌的时候那就会亏钱，那跌得越凶，那么你就亏得越多。那做空交易它靠的就是币价下跌赚钱，那么当币价上涨的时候呢，你就会亏钱。在这里如果说了解 A 股的朋友你可能会发现我们在传统的 A 股里面它这个里面它只有一个做多这一个选项，相当于我们买入现货并持有现货，那等到现货上涨的时候呢，再把它卖掉来赚取上涨的收益。 A 股里面呢，它并没有做空这个选项但是在币圈，在这个加密货币里面呢，它是允许你可以同时去做双向的一个交易。也就是说呢，你除了做多你也可以做空。这个大家理解一下什么是做多和做空。相信大家看了我的这个说明你对做空就有了一定的一个了解。如果说想要了解合约的话，我们首先要了解三个最重要的一个概念第一个是做多，第二个是做空，第三个前面给大家只是讲了一个多做空这里会出现第三个，就是一个爆仓这儿我会详细的给大家讲解这个做多做空和爆仓三个概念的背后它实际对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动作以及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做多。这里我们假设李四的手上有100 USDT 如果说是这个1比1的一个兑换的话，那么100 USDT 呢就相当于是100美金。现在假设这个比特币的这个价格是100 USDT 这里李四呢他就比较看好这个比特币的一个走势，那他呢就想用这个5倍的杠杆去做多比特币。这里呢他就要把自己的这100 USDT 呢当做保证金，把它抵押给交易所。交易所呢他会借给你李四这个100乘以5等于500 USDT 刚开始我们这里看到了他是去使用了5倍，那么1倍是100 USDT 5倍就刚好是500 USDT这个就是大家应该明白这个意思学个倍数的都知道他就用了5倍的杠杆去做多比特币。李四这里呢他就会用这500 USDT 呢全部购买比特币这个 BTC， 也就是5倍做多比特币。在他买入的过程就是开仓因为他是做多可以看到这里我们点到开仓这里可以看到他是做多那么所以这里呢其实就是开仓，因为他选择的是做多。那这里李四呢他一共就买了5个比特币这5个 BTC。 那这5个比特币呢现在就是他的一个持仓，并且呢他现在持有的呢就是一个多单那比如说这个比特币呢它由100美金涨到了110美金，那么李四呢他把之前买入的这5个比特币卖出，那这种卖出的过程呢就叫做平仓。
啊，我们返回这个图，这里可以看到，这里会有一个平仓啊，所以这里呢，它5个比特币啊，因为它涨到110，就是5乘110啊，所以它一共卖出了$550。那这里呢，它会还给交易所$500，因为这5倍是借的交易所的，它就还会剩下$50的一个盈利收入啊，把该还的还了，剩下的就是自己的一个收益。那李四的话，它从交易所借 USDT 以及还 USDT 的过程啊，其实呢它是不会收取一个利息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做空。那么这个做空啊，它就是我们上面的啊这个币安上面的一个相当于这里一个开空哈。同样，我们假设这个李四他手上有100 USDT， 那么现在假设这个比特币的一个价格还是100 USDT， 那这里如果他觉得比特币的这个 BTC 它会下跌啊，他想使用5倍做空比特币，记得空它就是这个跌啊，多就是涨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就行。同样，接下来呢，他会把他自己的这100 USDT 当做保证金啊，抵押给了，比如说你用欧易也好，用币安或者用币体也好，你都会在哪个平台就抵押给哪个平台。这里交易所呢，它就会借给李四5个比特币啊，比如说现在比特币的价格呢是100 USDT， 那么李四立刻卖出呢就会得到500 USDT， 那这卖出的过程呢就叫做做空。同样，当比特币下跌到$70的时候啊，李四呢他就用$350呢买了5个比特币给了交易所。啊，它跌到70的时候，可以看到了，它这5个比特币呢就是$350。那这儿呢，他借了五个比特币啊，接下来他要还5个比特币。那这5个比特币呢，57就是350块钱。那么他还给交易所啊，他原本是500啊，要还350，那最后呢剩下$150，所以呢他就靠这个做空呢就赚取了$150的收益。这个做空呢，它在下跌的时候呢，你就会赚。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爆仓。那我们这里还是假设李四他手上有100 USDT， 那现在呢，比特币的一个价格呢是100 USDT 啊，他看好这个比特币呢，想使用5倍去做多这个比特币。这里呢，当他把这100 USDT 当做保证金抵押给了交易所啊，这里交易所呢，他会借给李四就相当于100乘5就等于500 USDT。李四呢，他会用这500 USDT 呢全部购买了比特币啊，也就是说5倍的杠杆做多比特币。这个买入的过程它就等于开仓啊，他一共买了5个比特币呢，就等于持仓啊，他持有这5个比特币。那么比特币由$100呢跌到了$90啊，$90呢，李四他持有的这5个比特币呢就只价值59450啊，就只有$450。这儿呢，所以说它账面上呢就亏了$50啊。这个它是一个浮动亏损有时候也会上下的一个波动啊。我们可以看到比特币里面它的走势图它有时候会上下幅度都会波动的所以这里面会存在一个绩优的一个上下幅度。所以这里它的一个保证金就剩下100本金减去50，那么就等于还剩$50。这个时候它比如说比特币呢，它还在持续的下跌同样我们还是用这张走势图比如说在这里可以看到它在这里到这里的时候呢是可以看到在这条线的时候，这儿我给大家简单的一边讲给大家演示一下比如说它在这里的时候跌了这里是2443它跌到2028，下一根 K 线的时候呢，它还在往下跌。李四呢，它就是在持续的亏接下来回到这张图当这个比特币呢，它还在由$100，它又跌了$10，跌到80的时候，它持有的5个比特币呢，就只价值$400了，58400嘛。而这$100它自己只有$100当做保证金这里就直接亏损了100，那这个保证金就等于亏完了，亏完了就等于爆仓，爆仓就没有了。那么这里你自己的这100保证金就已经没有了就直接就给你全部爆完了。那接下来你可能这里呢你还剩有$400，可以看到我们刚才给这个交易所里面有一个5倍的杠杆借的那么接下来你持有的这5个比特币呢，被交易所系统直接卖出这里你可以看到你还有400，还剩了400的时候这里呢它系统会自动直接给你卖出，然后卖成400 USDT， 加上之前李四的这个100 USDT 的保证金，一共是
500 USDT 啊，这里就全部都给了交易所。所以这里就会出现一种情况，单边它一直涨或者一直跌。比如说遇到这种情况啊，像这种情况啊，大家可以看我现在指的这个图。比如说你是做空的哈，你本来是做空的，但是它这里在持续的上涨，持续的上涨，当涨到一定的时候呢，你就会爆仓。因为你做空的话，你的要求是啊，它往下跌你才会赚钱啊，往上涨你是亏钱的啊。它在持续的往上涨，那么涨到一定的时候啊，就会爆掉你的里面的所有的 USDT。相反，如果你是做多的，那么你做多的话，你是要上涨才会赚钱。那这里它这个线呢，一直往下跌，一直往下跌，跌到一定的时候，你也会爆仓啊。这种完全没有回调哈，它都不会往上涨一点，一直往下亏啊，那你的仓早晚都会爆掉啊。你这里是坚持不了多久的啊。所以这里要注意一点啊，这儿大家要注意啊。你如果说你亏损的话，它是先亏本金哈，不是亏平台借你的。它是先亏你的本金，因为啊，你把你的100 USDT 作为保证金呢，抵押给了交易所，所以亏损的时候呢，它会先亏本金啊，也就是你的保证金。如果比特币呢，它由100跌到了80，那你58啊，从原来的500就只有400，那它再往下跌啊，那么你跌到一定的时候你就没有了啊。当你这个100 USDT 的保证金呢全部亏完之后呢，就等于爆仓了。那这个爆仓它其实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操作啊？前面也跟大家讲了，就相当于是平台呢，它会啊，你把你剩下的呢这个交易所它会直接给你卖出哈，加上你之前的这个保证金哈，一共还是500 USDT 哈，就原封不动的最后还给交易所。这儿爆仓的条件是什么呢？那么爆仓的条件就是你使用的这个杠杆倍数哈，乘以币价下跌的百分比。啊，当它大于等于100%的时候呢，那你就会爆仓。也就是说，只要这两个相乘等于100%，那一瞬间呢，就怕达到100%又回到90%啊，那你也会爆仓。这儿举个简单例子啊，比如说，例如你拿5倍的杠杆去做多，那么当这个币价呢下跌到20%啊，那20%乘以5%的一个杠杆就等于100%。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爆仓了。那以上呢，就是给大家讲的做多啊、做空，还有以及爆仓的一个原理。好，这里呢，接下来呢，我们来简单的总结一下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说你在交易所里面，那首先你是借什么还什么。你做多的时候啊，你借的 U 呢，那么你还的时候你还是还 USDT。那你做空的时候你借的币呢，那么还的时候呢，你一样还的是币。第二个点呢，那我借币的是交易所是免费借给你的吗？不收利息吗？这个是的哈，他借币是免费借给你，他不收利息了。但是啊，交易所收的是什么呢？他收的是一个交易手续费。那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选择手续费尽量便宜的交易所呢去进行一个交易啊。这里币安还是非常不错的，可以看到啊，币安是全球最大的啊，排名最靠前的一家交易所。那大家可以根据本视频下方的一个注册链接，那么这个链接呢，你可以直接点击去打开。那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面的2维码，或者使用我说的这个视频下方的这个链接来进行注册啊。那么在用你的手机或者邮箱注册之后呢，他会问你是否有邀请码，这里呢一定要选择是啊。你可以填入我的币安或者 OE 或者 Bybit 的一个邀请码。那币安的邀请码是TBNL8Q68啊，这里呢我会把邀请码和注册2维码放在屏幕前，大家可以直接扫码去进行一个注册。用我的链接注册啊，你可以看到，你可以获得20%的一个手续费减免。那这个手续费减免对于我们做交易和投资是非常重要的。那当你完成这个币安账号注册登录币圈官网之后，我拿手机给大家讲一下哈，这一般的人都会在手机上面来交易啊。这里还没有注册OE 的朋友哈，可以点击屏幕前的一个2维码进行注册啊。记得注册的时候一定要输入邀请码 TBNL8Q68，这样才能获得20%的这个手续费减免。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们来到币安的首页的最下面会有一个合约，我们点击进来啊，在顶上这里你可以看到 U 本位合约和一个 B 本位。现在呢，大家看到的是 U 本位，这个 U 本位合约呢，它就是以美金作为计价单位的。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B 本位，这个 B 本位合约呢，
以比特币为保证金的一个合约啊，这里大部分的人都会选择一个优本位合约啊。这里大家看到的呢是现在我选了一个交易对呢是一个 ETH 对 USDT。那在它的后面会有一个永续我这儿选的是一个永续合约。那么什么是永续合约永续合约永远不会交割的一个合约，不管你的这个仓位是赔是赚，只要你不爆仓，那么你就永远不会被平仓，永远不会交割。我们点击永续后面的一个倒三角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有几个选择，比如说第一自选，第二全部，第三新币上架，第四永续第五呢有一个 USDC 永续，最后有一个交割合约。那什么是交割合约呢？交割合约呢，又称这个季度交割合约，它是一种协议双方同意在未来指定的日期，比如说周五下周或者当季次季，按事先预定的价格来买卖标的一个资产，到期后呢，无论市场价格如何，双方必须履行合约，并以差价结算盈利或者亏损。那么它的结算方式呢，必按交割合约多为现金结算或币本位结算。那即到期时呢，不实际交付资产，仅按最后1小时指数平均价差来进行结算，以 BTC 呢作为一个保证金这里可以看到这个交割它会有一个交割的期限的一个合约。再说的再简单一点假如说是你是在24年的4月4号的一个交割合约，不管你在4月3号这一天是赔是赚，系统都会帮你自动的去平仓所以它就叫做一个交割合约。这里用的最多的用的就是永续合约。永续合约这里你可以选择 BTC 选择你的交易对，那我这里选择 ETH 以太坊也可以这里直接选择一个比特币。接下来在屏幕的右半边呢，你可以看到这里会有一个开仓和一个平仓我们要开仓呢，就是在这右边这里来去开仓你首先先点击，比如说这里有一个开仓按钮你就点开仓。接下来呢，这里呢回到 BTC 对 USDT 下面，这里有一个逐仓它有一个全仓，有一个逐仓。那我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全仓保证金，什么是逐仓保证金。那么全仓保证金就假如说你的钱包里面有1000块钱，那你用1块钱去开了一个多单或者开了一个空单，你的仓位爆仓之后呢，你的账户里面所有的，比如说你的这1000块钱都会赔全部会给你爆掉，你就没有了。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逐仓模式看一下这个逐仓。这个逐仓的话，就是同样你的账户里面有1000块钱，那么你用1块钱去开仓，那当你的这1块钱这个仓位爆掉之后呢，你只损失这1块钱，那么剩下的999块钱呢，它是安全的。所以在这儿我们一般情况下呢，都选择这一个逐仓点击确认。接下来第二个鼠标回到左上角，这里有个杠杆倍数那在这里系统默认是10倍，当然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所以大家要看一下。那么这10倍的话就差不多，我们不用去更改，直接点一个确认。当然你这里你也可以加在后面有个加号，你可以加，或者说呢你可以直接输，比如说100倍可以直接输，它最高是125倍。当然这里越高你的风险越大。刚开始的话我们可以用个5倍或者说是10倍这样子先去尝试一下。那下面这里它有告诉我们，如果选择超过10倍杠杆的交易会增加强行平仓的风险，所以这里一定要注意这个风险选择10倍点确认。好，接下来可以看到在左侧这里有一个限价单，你点一下这个倒三角，有限价单，有市价单有限价止盈止损，市价止盈止损。我们着重呢就给大家讲一个限价单和一个市价单。首先看的这个限价单，那这个限价单呢，简单举例，现在比特币的一个当前的一个市场价格是106943，那么我限定一个价格，在这里输入价格，我想在106000我想在106000的时候呢选择进场我不在当前的市场价立马进去我要限定，我要在它一个比它更低的时候进去，因为我比如说我要做一个多单，或者说你甚至可以限价的更低那比如说我是来输入个105000105000，这里数量呢你可以看一下这里你可以拉一下你要用多少 USDT 呢来做这个单。下面有一个止盈止损这儿止盈止损你可以设置一下，比如说止盈
那我是开多看涨啊，那我的止盈，比如说我是10.5万买进去，那我在10.7万的时候啊就止盈。止损啊，当它跌到10.45万的时候呢，我就止损。下面你可以看到可开105 USDT， 可以看到在这里看到我可用的有14.42 USDT。如果说你发现你这里面没有，点击这里有2条双箭头，点一下它。进来之后呢，你来划转一下哈，你看一下你的资金在哪个账户里面啊？是在资金里面，还是在现货里面，还是在哪个账户里面？你可以划转它，把你的金额呢从现货把它划转到优本位合约账户里面，点击一个确认划转就可以了。那我这里面是有的，所以我就直接操作了。OK， 接下来鼠标往下拉，直接点击一个开多。那么你点的时候，它会点击跳出来一个确认哈，比如说你的价格啊，我要限定在10.5万，这里核对一下哈，数量我开的是10倍杠杆，可以看一下啊，数量是105，我的保证金是12.26啊，有一个止损的价格，鼠标往下拉，这里直接点一个确认 ，OK， 下单成功，鼠标往下拉，看到当前的委托就在这里了啊，这个。限价单啊，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啊，你会在比当前市场价更便宜的情况下去买入哈。如果说你看涨，你可能你的盈利会高一点，但是相反它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假设你设的这一个你设的太低，如果说它的市场价一直跌不到这个价格，你就一直进不了场，那你这个单可能一直挂在这里。所以这个大家也可以看一下目前市场的一个情形哈，你想在什么价格进场如果说是你觉得这个价格一直成交不了的话，那么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直接点击上面这里有一个撤单直接把它撤销，你来重新设置它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关系的。那这里呢，当你10.5万你进场之后假如说你进去了，它跌到这个时候，那你进去了，那么进去之后呢，我们做的是多单，是看涨当我们进去之后呢，它还在持续的下跌，比如说跌到10.4万，比如说跌到10.3万，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没有设止损的话，那么可能你就会有一个被爆仓的一个风险。所以这里止盈止损呢，建议大家呢一定要设置好及时止损，找机会可以再重新再进。如果说你不去止损的话，你在这里面强行的一直担着这个风险可能会早晚会被爆仓。好，接下来呢再看一下市价单鼠标往这里点这个倒三角，我们看一下这个市价单。市价单就非常好理解了，就比如说我们去逛超市现在我看的洗发水它是79块钱。那我直接按照这个79块钱就直接当时的价格就给它买掉了。那限价单要等待你的价格下跌，市价单呢就不用等待，直接就可以马上就可以进场因为这里你都不需要输入你的入场价格直接就是输入你的数量，设置你的止盈止损直接去点击这个开空就可以了这个空单是看跌你设置好止损，并且你可以随时关注到你里面的一个情况如果说你看到目前你已经有了这个收益你想立马把它关掉，那你就可以直接点击后面这里有一个平仓你可以直接点击一键平仓，点击平仓之后呢，那这个单子就平掉了。那不管是你的盈利或者亏损了，那你直接去点平仓了，你单呢它都直接就取消掉了就直接平掉了。那市价单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立刻以市场当前的价格立马可以成交，就立马可以进去交易。但前提是呢，我们在下单之前呢，就一定要事先定制好一个交易策略就像我刚才给大家讲的，一定要设置好这个止盈止损例如说我现在比如说是10.6931，我一定要去设置好这个止损。那么我的止损呢，可以只设在10.79万。那么止盈我想它跌到10.5万的时候这个是这个地方去止盈这个是一个开空的一个单子。但是我们在用这个市价单来进行交易的时候，市价单的一个手续费会比现价要高所以大家还没有注册币安或者欧易或者说是 Bybit 的朋友呢，你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一个注册链接和一个邀请码记得一定是要输入一个邀请码你才能获得一个20%永久的一个手续费减免。手续费减免对于我们长期交易来说呢，可以降低我们的一个磨损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一个收益。那这里有一个限价零止损这个也是非常好理解的那你限定一个价格看在这里同样呢，你设定一个价格，比如说10.6万我限定10.6万进场。那么你在这儿可以输入一个你的委托价
上面一个是触发价，这个是委托价啊。你比如说输入106100，数量啊，这里你可以拉一下啊。这里建议不要太多哈。最刚开始的新手朋友呢，你可以先小额的尝试一下啊。比如说几 USDT 啊，这里同样设好你的止盈止损，直接去点击开多或者开空就可以了。还有一些朋友啊，不知道怎么样去计算啊你的一个盈利或者亏损啊，在顶上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加一个等号，它是一个计算器哈。那么你可以直接点击进来之后啊，它这里是一个计算器哈，计算你比如说你要开仓价、你的平仓价、你的成交数量啊，你能看到你的收益、你的回报是多少啊？你可以到这里来哈，可以做一个预估。比如说你买 BTC， 你就选 BTC。如果说你买的是 ETH 啊，你可以在这里直接搜索一个ETH 啊，你可以直接搜索一个 ETH 啊。同样的，你把你要准备打算要买进去的这些开仓价格、平仓价格，还有你打算买的数量输进去啊，你心里知道了，你这个大概是一个盈利是多少，亏损是多少啊？这里提前来计算一下。那么这个呢，它是非常适合我们的新手朋友。那当你有一些交易或者完成之后呢，我们可以点击在右上角这里有3个点，它会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历史记录。你可以看到你的历史委托的价你也看到你的仓位历史你的历史成交。那么同样呢，你在这个历史成交里面呢，你也能找到你的一个，比如说一些手续费这些呢，你也是可以看到的。在这里你可以比如说在历史成交里面选择你的交易对，选择你的时间。那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订单号开，看到一个价格成交的数量那么在这里就可以看到手续费这个吃单的手续费是多少 0.3 它的手续费是 0.07 这里你可以看到挂单的手续费，这些都可以看到。那每一笔呢，它都是存在一个手续费的，包括最下面你是赔还是赚你看已实现盈亏比如说这里亏了 2.31。那么像这个空单呢，它这里显示了，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手续费，成交数量是506.15 USDT 它的手续费是 0.2， 可以看到盈利是 3.55 这个都是一些最开始新手朋友可以用一点点这种小额的来尝试一下。大家在买的时候呢，同样呢，在顶上这里会有一个分布图你点击这个进来之后呢，你可以看一下它目前的一个形势你可以看一下它最近1个小时的，或者它最近4个小时的最近1天的这种它的一个 K 线图一般情况下我们是看15分钟，你可以看它最高的时候是多少，最低的时候是多少，你可以大概呢以这个作为一个参考来设置你的一个入场价格。在这个右上角这里你可以看到它24小时它的一个最高价是多少 106,686， 它最低的一个价格是106,313你也可以来给自己做一个参考这个就是一个合约的一个交易那如果大家对合约感兴趣也可以尝试一下。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呢，大家可以点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其实喜欢玩合约的朋友呢也可以来试一下这个Bybit，其实玩合约还是比较丝滑的这里相关链接我都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那么还有没有注册币安的朋友呢，可以去看一下小鱼儿之前有币安的一个注册一个买币卖币的一个详细的流程。有任何问题呢，大家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那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